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年3月底，我们一家在京都游玩了10天。今天的京都一日游攻略行程将带大家深度探索及游览3个经典景点：东寺、西本愿寺和33间堂。这条线路不仅能让你感受到佛教的深厚历史，还能体验到京都独特的文化魅力。推荐你先游览东寺和西本愿寺，因为他们开门较早，非常适合一早开始京都旅程。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更多精彩旅程。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是东寺，它拥有京都最高的木质建筑五重塔。这里不仅有着宏伟的建筑群，还充满了佛教文化的深厚底蕴。东寺距离京都车站非常近，乘坐市内巴士或近铁京都线只需要10分钟，走路也仅需要15分钟。重要提示：东寺只有五重塔、经堂、讲堂所在的庭园进入需要门票，其中五重塔为日本国宝，仅在每年新年以及春秋2季的特别开放期间对游客开放。其余很大一片区域，包括大师堂、大日堂、食堂等等的参观是不需要门票的。经堂供奉主佛大日如来，讲堂有21尊佛像组成了一个宏伟的曼陀罗，其中15尊被指定为国宝。经堂、讲堂都不允许拍照，所以要用眼睛好好记住这些文化奇迹。这是一张整个东寺的地图，除了右下角这一片，其余都是免费的。这一片就是免费参观，不需要门票的，我们进去看一看呢。这个应该是大日堂的侧面，香火味很重。这个是大师堂，或者说它叫御隐堂，是东寺的御隐堂。这是东寺的食堂。这是大日堂的正面。看这边，这个房子就是保护馆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出去了，我们准备买票去参观五重塔，这是应该是东寺最精华的景点了。东寺的五重塔庭园无疑是此次京都之行中我最喜欢的寺庙庭园之一。这个小庭院虽不大，但设计精巧，每一个细节都透着宁静与和谐，如同地毯的低矮苔藓，精心摆放的石头，修剪得当的灌木与松树，使得整体景致层层递进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五重塔高耸而不是优雅的身姿，塔影映入池水，构成画龙点睛之笔。尤其樱花盛开时，我在最后一天临走前匆匆来此看了一眼，那时樱花已接近盛开，只可惜那天大雨，且我急着赶车去大阪关西机场，来不及等到开门售票，所以只匆匆在围栏外看了一眼，仍然能感受到那种美好。看东寺的樱花开得挺不错的，只不过昨天一路堵车，结果堵到东寺的时候已经下午5点了，他关门了，不让我进去了，我只好今天早上再来一趟。今天就下雨了，这天气不怎么好，但是你还是能看到，你看这一片樱花开的都挺不错的。昨天其实就知道它开的不错了，可能这几天京都要满开了吧，游客可能多起来了。哎呀，这车堵的呀！这一刻就是东寺著名的不二樱，你看那道路两旁樱花都开满了，可惜我时间不赶当了，要去赶飞机。接下来从东寺步行或乘公交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，宏伟的西本愿寺。这是净土真宗的主要寺院，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，建筑规模大且装饰华丽，让人不禁感叹日本宗教建筑的精美细节。境内国宝建筑非常多，必看的4大国宝建筑是唐门，是京都现存的3大唐门之一，据传是福建城的遗构。唐破风的4角门，梁柱与门扉上有牡丹、麒麟、唐狮子等彩色雕刻，相当的华丽繁复。御隐堂，这是西本愿寺的主殿，有不少网站说这是日本最大的木造建筑，但其实最大的应该是在奈良的东大寺，不过这个应该也能排进日本前3。内部空间庄严气派，装饰金碧辉煌，给你们看一看效果。第
殿内最重要的供奉物是青鸾圣人的木造坐像玉真影。阿弥陀堂与玉隐堂共同组成了西本愿寺的核心宗教建筑群。连接玉隐堂与阿弥陀堂之间的木质走廊被称为渡廊，这不仅是一条功能性的通道，更是体现了传统日本建筑之美的独特场景。走廊古朴典雅，两侧通透，走在上面既能感受传统工艺之美，也可以欣赏周围的庭园风景。阿弥陀堂拥有精致的雕刻与设计。这是阿弥陀堂的内部。看看这个灯，上面写着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内正中央安置阿弥陀佛立像。飞云阁据说与金阁、银阁并列为京都三名阁，是一座优美的3层楼阁。最大的建筑特征是全体景观以左右不对称的方式配置。飞云阁目前不让进，我只能从旁边的新政寺勉强拍到它这个样子。西本愿寺充满了庄重和震撼力，更像寺庙而非景点，十分清静且还不需要门票。你还能看见和尚在里边念经。对于古迹不感兴趣，想来赏樱的朋友，这个景点可以忽略。但对于看秋叶的亲们，这里是关西地区的银杏名所，可以来此一览。看到这棵银杏的梅，据说树龄已经有400-500年了。值得提醒一下的是，西本愿寺的旁边还有一个寺庙群，那是新政寺。无论是寺庙内的布局，比如都有一个玉隐堂和阿弥陀堂，中间也都有走廊连接，还是建筑内的装潢，比如这是玉隐堂的内部，也有鉴真挂匾，中间也供奉着青鸾圣人的坐像。玉隐堂和阿弥陀堂之间也有渡廊连接。阿弥陀堂的内部装修也一样金碧辉煌，所有的一切都和西本愿寺出奇的相似，只不过规模稍小一些，所以我一开始就走错了，直接来这里逛了快有1个多小时。不过我个人的感觉，这个虽然规模小，名气也不如西本愿寺，但内部空间更通透开放，视觉效果更好。来感受一下效果。来，川川跟着妈妈进去。虽然新政寺的内部结构比西本愿寺的通透，但无论规模、名气，毕竟比不了，也没有国宝建筑。2选1的话，还是强烈推荐西本愿寺。最后一站是京都著名的33间堂，这里是拍照限制较多的景点之一，因为它供奉着1001尊千手观音像，佛教氛围非常浓厚。这些千手观音像全部排列在宽阔的木结构大厅内，中央是被称为日本国宝的千手观音坐像，其左右各安置了500座的千手观音立像，立像前面排列着4奉千手观音，守护佛教的28众护法神和风神、雷神等的立像，场面十分震撼。33间堂的本堂全长120公尺，是日本最长的木造建筑，也有说是世界最长的木造建筑。之所以会有33间堂这个通称的原因，在于本堂大厅2列之间有33个空格，因此被世人称作33间堂。内部参观不允许拍照，因此千手观音的照片皆为我在堂外拍的张贴宣传海报。这些雕像皆被指定为国宝，都是镰仓时期的雕刻杰作，造型栩栩如生，非常值得一看。最后来说一下注意事项。第一，东寺又名教王护国寺，位于京都的南区，和位于奈良的东大寺或京都下京区的东本愿寺并非同一个寺，不要搞混。第二，新政寺位于西本愿寺的旁边，外观和内部结构都非常的相似，很多游客容易混淆，在参观时要注意区分寺庙的名称和门前的标识。
第三，33间堂和东寺有拍照限制，在东寺的经堂和讲堂，33间堂的观音像殿内都是禁止拍照的。第四，提前规划行程，东寺和西本愿寺都很早开放，大概早上7、8点，所以将它们放在行程的开头非常合理，这样你能充分利用时间。京都大多数寺院都是9点开门，5点关门。最后请注意穿舒适的鞋子，京都的这些寺庙需要大量的步行，比如东寺、西本愿寺内部是非常大的寺庙群。当天我们的步行步数达到了25000步。好啦，今天的京都一日游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通过这条线路，你不仅可以体验到东寺和西本愿寺的历史厚重感，还能在33间堂感受佛教的宁静与神秘。希望这次行程对你们的京都之旅有所帮助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深度游的内容，请点赞、订阅、转发并开启小铃铛。那么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